我终于看见了中国最大的伟人雕像——毛主席青年艺术雕像。那里是湖南长沙的橘子洲，也是当年伟人指点江山、写下《沁园春·长沙》的地方。问苍茫大地，水主沉浮。很多人都在书本里面读到过毛主席的《沁园春·长沙》，但是长沙的橘子洲里面究竟有什么，却不知道。那里可是毛主席当年指点江山的地方，但是很多人都没有去过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沙橘子洲，去看一看当年我们伟人指点江山的地方。走吧，走进橘子洲，心情真的是特别的激动。没想到我也能够踏上伟人曾经来过的足迹。这里被称为天下第一洲，一边是长沙，一边是岳麓山。整个橘子洲四面环水，从高空俯瞰，就像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。因为橘子洲南北长约10公里，景区的面积大概是9000多亩。而伟人的雕像就在橘子洲头，我们需要从这里乘坐景区的观光车，带你们去看一看伟人曾经指点江山的地方。走，下了小火车以后，我们中途呢会经过这个地方——新诗词碑。我相信很多来长沙旅游的人都会到橘子洲头，前面那块石碑上呀，就是我们毛主席的书法了。主席的书法整体呢洒脱奔放，线条简单，形态飘逸。这上面写的就是我们曾经学过的毛主席的诗词《沁园春·长沙》。当年毛主席写下这首诗词是在1925年的秋天，当时他从广州回到湖南，领导农民运动重游橘子洲的时候，面对湘江上美丽动人的秋景，联想起了当时国内的形势，挥笔写下了这首豪情壮志的诗歌《沁园春·长沙》。独立寒秋，湘江北去，橘子洲头，看万山红遍，层林尽染，漫江碧透，百舸争流。如果不是我们曾经学过，我相信大多数的人可能都看不懂主席潇洒的书法。其中大家最熟悉的一句就是“问苍茫大地，水主沉浮”，体现了主席对社会前途的沉思思考，对民族、对祖国命运的关注和求索，表达了青年时期毛主席的雄心壮志和博大的胸怀。我们再往前走，就能够看到当年指点江山的水主沉浮雕像群了，带你们去看一看。问苍茫大地，水主沉浮，最能够代表橘子洲名人文化的精神所在，就是这里的水主沉浮的雕像群。时间虽然说已经过去了快100年，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我身后这几位伟人的名字。这5位伟人的雕塑呢，栩栩如生，他们分别呢是项景宇、蔡和森、毛主席、何书衡，还有萧山。他们5位是新民学会的主要发起人。新民学会是当年他们根据《礼记》所云：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”出旨就是要革新学术，砥砺前行，改良人心风俗；宗旨是改造中国和世界，对中国人民的命运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。我们从这里继续往前参观，在前面呢，我们马上就能够看到伟人曾经指点江山和伟人的雕塑了。现在就带你们去瞻仰一下。你们看看这现场，真的是人山人海，大家都和我一样想来一睹伟人的风采，真的是太兴奋、太激动了。来到这里，你才能够感受到那个年代伟人的热血沸腾和救国救民的激情。我身后这个气势磅礴的高大的建筑，就是我们一代伟人的青年艺术雕像，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伟人雕像。这也正是毛主席的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时候。雕像高32米，代表着毛主席写《沁园春·长沙》的时候是32岁，长度83米，宽41米，寓意着毛主席享年83岁，执政41年。而8341也恰巧是他当年警卫部队的番号。整个雕像采用的是福建出土的花岗岩永定红，寓意着江山永定。伟人的头部是面朝着东南方，注视着太阳升起的地方，注视着曾经革命奋斗的青春热土。大家可以对着伟人的雕像点个赞，在这里打出6个字：东方红，太阳升。这里呢就是橘子洲的最后一个景点问天台，这里就是我们伟人当年指点江山的地方。站在问天台上面，你们看这边的视线非常的开阔，
仿佛就是站在一艘永不沉没的航母之上，将长沙城跟祖国的大好河山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。看着那滚滚而来的湘江水，我想当年伟人应该就是看到这此情此景，发出了感慨，问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？这是一种拯救天下、牺牲小我、完成大我的伟人风范。这里就是举世闻名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。世界上除了中国以外，不知道还有哪个国家能够在15天用冰雪创造出这样的奇幻世界。它从1999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持续了24年，尤其是今年，规模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。整个冰雪大世界的面积比故宫还要大。很多人一定很好奇，这么多冰到底是哪里来的？怎么建成的？进来以后又到底该怎么玩呢？首先冰雪大世界的冰全部都是来自旁边的松花江，在零下20多度的气温下，松花江的江面冰层厚度达到30到40公分的时候，开始由专业的采冰师傅冒着严寒人工开采。别说采冰了，就在那种寒冷的环境下，手伸出来2分钟就冻麻了。但是采冰呢，也不是随意就开始采的，一般呢是在大雪节气前后。采冰前还有松花江江水煮饺子、江水炖鱼等仪式。说白了，就是采冰之前要祈求平安，才能够正式开始。采完的冰呢，再送到冰雪大世界，经过严格的挑选，因为有的冰是白色，有的冰呢是蓝色的，而且还有透光性更好的冰，才能由专业的冰雕师傅进行设计跟雕刻，用水来做成粘合剂，用手来做雕刻笔，一点一点雕刻出来。这可比石雕、沙雕难度大多了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每年的冰雪大世界结束以后，什么都可以拆除，但是在东北角那个位置有一尊地藏菩萨的雪雕像是不能拆的，一定要等到来年春暖花开，冰雪自然融化，冬时丞相佑冰原，春来化水润苍神，就好像黑龙江的土地滋养着无数亿万国民一样。那么这一次的冰雪大世界规模之大，据说投资大概20多个亿左右，但是只能够营业3个月，门票一张也才300来块钱。有些人可能会问，能赚回来吗？我告诉你格局小了。冰雪大世界体现的是东北的冰雪文化，是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而且是服务中国人的娱乐项目。还记得前2天的退票事件吗？游客来到冰雪大世界就玩后面的大滑梯的时候，排队太久了，要求退票。暑假去迪士尼花了500多块钱就玩2项目，一个项目排队4个多小时，怎么不让迪士尼把票给你退了呢？关键冰雪大世界还真的就退了。你说你冰雪大世界疫情3年不赚钱也就算了，你这次投资20多个亿收不回成本也就算了，你一开业就被国人给摆了一道，这也算了。这格局肯定是其他的地方做不到的。就剩冰雪大世界这个格局，今天我坐了5个小时飞机来到了哈尔滨，这么个冰雪大世界，这么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又有这么好的格局，作为南方人的阿波必须得来支持一下子。来到哈尔滨，虽然说天气很冷，但是人心很暖。关注阿波，带你游玩黑龙江。